水下130米，一名潜水员游在狭窄的岩石缝隙中，前方的黑暗里突然出现了一束光，他本能地游过去，却在下一秒僵住了。前方正有一具遗体静静地漂浮在通道中央，死死堵住了唯一的去路，而他身后的一名队友已经开始因为恐慌而疯狂抽搐。大家好，我是探险回忆录。今天的事件是被称为潜水界至暗时刻的普鲁拉洞穴事件。故事的发生地位于挪威中部的普鲁拉山谷，这里地貌奇特，普鲁拉河在流经此处时潜入地下，形成了一条长达 3.5 公里的地下暗河。2014年2月，5名经验丰富的芬兰潜水员集结于此，他们分别是帕特里克、凯维萨、亚里和胡塔里宁。他们的计划极其大胆，全员从结冰的普鲁拉河入口下潜，潜入135米的深渊，横穿整个洞穴系统，最终从另一端的石猫头鹰洞浮出水面。为了避免多人同时潜水搅起泥沙影响能见度，5人分成了2组。第一组是探路先锋，由帕特里克和胡塔里宁组成，他们经验最足，负责先行探路。第二组是后续梯队，由维萨领头，亚里居中，凯断后。他们配备了最顶尖的装备，全封闭循环呼吸器 CCR。这种设备能过滤潜水员呼出的二氧化碳并补充氧气，大大延长水下时间。2014年2月6日中午12点，第一队的帕特里克和胡塔里宁用电锯在冰层上切割出一个三角形的入口，他们互相检查了装备，便纵身跃入冰冷的水中，消失在黑暗里。起初一切顺利，两人快速下潜，穿过了宽阔的气室，向着130米的最深处进发。这里有一处极难通过的狭窄限制区，帕特里克凭借之前的经验，冷静地通过了拐角。当他游出一段距离回头确认时，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帕特里克心中一紧，只见下方黑暗中一束灯光正在剧烈而不规则地晃动，这是水下最明确的求救信号。帕特里克立刻折返，在狭窄的岩缝中，他发现胡塔里宁被卡住了。在这个深度，淡醉会让人反应迟钝，而胡塔里宁的水下推进器缆线似乎缠住了什么东西，他随身携带的备用气瓶也卡在了岩壁上。胡塔里宁显然陷入了恐慌，他开始疯狂挣扎，试图切换呼吸器。帕特里克拼命试图帮他解开纠缠，甚至将自己的备用调节器塞给他，但一切都太晚了。胡塔里宁在恐慌中呼吸频率过快，可能吸入了致命的二氧化碳，甚至呛入了冰冷的水。他在帕特里克面前经历了一番剧烈的挣扎后，彻底停止了动作。此时，帕特里克的潜水电脑发出了刺耳的警报，由于在深水处停留处理事故，他原本所需的120分钟减压时间瞬间暴涨至400分钟，近7小时。他随身携带的气体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么久，如果继续留在这里，两个人都会死。帕特里克在绝望中做出了最理智也最残酷的决定，他不得不丢下老友的遗体，独自向出口游去。2个小时后，不知情的第二组下水了，维萨打头，亚里居中，凯殿后。他们沿着第一组路线一路向下。当维萨游到那个狭窄的限制区时，他看到了此生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在狭窄的通道正中央漂浮着胡塔里宁的尸体，尸体像一块巨石堵住了唯一的去路，而跟在他身后的亚里也看到了这一幕。对于心理素质稍弱的亚里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恐惧瞬间击穿了他的心理防线，在极度惊恐中，亚里的呼吸瞬间失控。和胡塔里宁一样，他也陷入了二氧化碳中毒的恶性循环。排在最后的凯察觉到了异样，他看到前方的亚里开始剧烈挣扎，动作变得狂乱无章。凯试图上前安抚，甚至想提供备用气体，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短短几分钟内，亚里就在剧烈的痉挛中失去了生命迹象。现在的局面是地狱级的，前方维萨被胡塔里宁的尸体挡住去路，中间亚里的尸体刚刚失去温度，后方凯目睹了这一切。此时的凯面临着甚至比维萨更绝望的处境，前面堵着2具尸体，他不知道最前面的维萨是否还活着。如果维萨也死了，那前方就是死路一条。在这个黑暗的岔路口，幸存的2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定。位于最后的凯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判断，掉头。他决定放弃穿越，原路返回普鲁拉入口。更严峻的是，为了尽快脱离险境，他不得不跳过多次必要的减压停留，冒着患上严重减压病的巨大风险。当他终于在凌晨时分回到普鲁拉河的下潜点时，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他出发时的冰面重新冻上了。凭借最后的意志和体力，他找到一处相对薄弱的冰层，拼尽全力砸开一个缺口，才得以重返地面，倒在自己的车里陷入昏迷。而位于最前方的维萨，因为身后被亚里的尸体堵死，只能向前。为了活命，维萨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硬生生地从胡塔里宁冰冷的尸体旁那一点点缝隙中挤了过去。这次耽搁同样让他的减压时间大幅增加。在漫长的减压过程中，他在某个深度的停留点，竟然看到了前方微弱的灯光，那是帕特里克。最终，帕特里克和维萨先后从石猫头鹰洞浮出水面。由于上浮速度过快且减压不足，维萨患上了严重的减压病，几乎无法行走。他们在雪地里艰难跋涉，最终找到了附近的农场报警。凌晨时分，警方在河边的车里发现了昏睡的凯。至此，5人进洞，3人幸存。事件发生后，挪威当局迅速介入。鉴于洞穴深度极大，通道狭窄且尸体位置复杂，官方在评估后认为打捞行动风险过高，因此警方决定放弃打捞，将2具遗体留在洞内，并永久封锁普鲁拉洞穴，禁止任何人进入。1个多月后，一支秘密团队悄悄潜回了普鲁拉山谷，成员包括幸存者以及他们最信任的顶尖潜水员朋友。由于维萨脊椎受损严重，无法下水，他负责岸上指挥。凯因为严重的心理创伤，无法再次潜入那个深度，重返深渊的任务落在了帕特里克和另一位芬兰潜水大师萨米身上。3月24日，行动开始。帕特里克和萨米再次潜入那片吞噬了他们朋友的黑暗水域。在130米的深处，他们找到了胡塔里宁和亚里的遗体。在长达5天的行动中，团队进行了多次深潜。终于，在3月26日，2具遗体被成功打捞出水。事后，虽然他们的行为违反了法律，但挪威警方在调查后，考虑到其动机的人道主义性质以及打捞的专业性，最终决定不予起诉。